大家好，我是 Scott。今天我们来说猎魔人沃伦夫妇。1971年，美国罗德岛的哈里斯维尔小镇，佩隆一家正在被无法解释的恐怖现象折磨。这天晚上，女主人卡罗琳和丈夫罗杰与自己的5个孩子吃完晚饭，正准备休息。卡罗琳突然发现，扫把会自己移动，甚至消失。她立刻告诉罗杰说：“罗杰，你听，这有点不太对劲。”罗杰笑着说：“你最近工作太忙了，压力太大了吧？”卡罗琳半信半疑。吃完晚饭后，卡罗琳把孩子们带到卧室里哄睡觉。安顿好孩子后，她起身离开，准备回到自己的屋里去。突然，她听到厨房里有锅铲的声音。她以为罗杰在厨房，于是喊了他一声：“罗杰！”然而，罗杰却在卧室里答应她：“怎么了？”这时候，厨房里的声音也戛然而止。无奈之下，不堪其扰的佩伦一家找到了美国著名的猎魔人沃伦夫妇。说起沃伦夫妇，估计很多朋友多少都知道一些他们处理过的灵异案件，或者是恐怖电影，比如说狼人、招魂、安娜贝尔、修女等等。而关于他们的传奇呢，得从他们的小时候说起。沃伦夫妇都成长在传统的天主教家庭，在天主教的教义中呢，认为地狱和恶魔都是真实存在的。地狱是与上帝永远隔绝的地方，专门为那些在死后拒绝悔改和拒绝与上帝和解的人准备的。而恶魔则被视为堕落的天使，邪恶的代表。最著名的堕落天使就是撒旦，他领导了对上帝的叛乱，并因此成为了恶魔的领袖。恶魔不仅仅存在于灵魂层面，也可以通过附身、影响思想或者是操纵事件呢，在人间发挥作用。尤其是附身，它可以通过控制一个人的身体和意志来实施邪恶的目的。所以驱魔本质上就是天主教教会认可的一种神圣的仪式，用来驱逐恶灵和恶魔的附身。就是在这样的宗教家庭氛围里呢，沃伦夫妇从小就耳濡目染，对这些内容呢深信不疑。丈夫爱德华·沃伦1926年9月7日出生在康涅狄格州的布里奇波特，而他的父亲呢是当地的一名警察。在爱德华自己的书里呢，提到说他在5岁的时候，他就第一次接触到了超自然现象。当时他们一家人搬进了位于布里奇波特东侧的一栋老房子里。晚上，家人入睡后，爱德华在凌晨2、3点钟呢，听到衣柜的门自己打开，然后就看到一团光球开始形成，像水晶球一样大小。在光球中，好像能看到一张老奶奶的脸，看起来不太友好，非常吓人。之后，那个光球从衣柜里慢慢飘出来，同时他还能听到脚步声和沉重的呼吸声，房间里变得异常寒冷。吓坏了他，立刻跳下床，跑到了父母的房间里。可当他把刚才的经历告诉父母的时候呢，他的父亲却非常淡定，没有肯定，也没有否定。父亲跟他说，发生在这所房子里的每件事都有合理的解释。从那个时候，爱德华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晚上的经历是不寻常的现象。16岁开始，爱德华在布里奇波特的殖民地剧院担任引座员，他就是在那里遇到了罗琳，也可以说是一见钟情。罗琳·沃伦出生于1927年1月31日，比爱德华小几个月。当时罗琳和他的妈妈每周3晚上都会去剧院看演出，爱德华就在为他们领座的时候呢，一来二去，2个人年纪也相仿，就多聊了几句，后来就成为了朋友。之后在聊天过程中，爱德华发现，原来罗琳也觉得自己能够感知到一些别人无法察觉的事物。罗琳后来也在《恶魔学家》这本书中提到说，他在10岁左右就发现自己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，比如他曾经看到过房间角落里若隐若现的影子，仿佛有人在那里注视着他。然而，每当他试图告诉父母时，他们却觉得这都是他的幻想。有一次，罗琳和母亲路过一个废弃的教堂遗址，他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。他听见了哭泣声，听见了祈祷的低语，而这些声音仿佛来自于另外一个时间和空间。这些经历让他意识到，自己好像拥有一种常人无法理解的能力。就这样，2个有着相似经历的少年像是遇到了知音。有一天晚上，在送罗琳回家的路上，爱德华就表白了。从那时起，他们的关系就算是确立了。1年后，17岁的爱德华应征入伍，加入了美国海军。当时正是2战交锋激烈的时期，爱德华刚刚入伍没多久，他所服役的船就在北大西洋沉没了。但爱德华非常幸运，不仅幸存了下来，还得到了一个30天的幸存者假期。在经历过命悬一线之后呢，
爱德华回到了美国的家中，就跟分别了一段时间的初恋罗琳结婚了。假期结束，爱德华又回到部队继续服役，直到二战结束。1946年，他们的女儿朱迪·沃伦也出生了。退伍以后的爱德华，因为对画画非常感兴趣，就进入了耶鲁大学附属的一个艺术学院学习。结果不到2年，他就对这个课程感到厌倦了。他觉得自己画得比老师好，而老师教的都是一些几何学和一些没用的知识。于是，爱德华花了$15买了一辆二手车，就和罗琳一起到附近的一些景区、集市去兜售自己的画作。当时呢，他的一幅画能卖到$3-4，而那个时候，热狗和汉堡只需要$10，电影票只需要$25，一加仑汽油也只需要$18，所以卖画对于爱德华来说是一笔很不错的收入，并且呢，因为爱德华和罗琳都对灵异现象以及闹鬼的房子很感兴趣，所以他们一边卖画，一边也开始走访一些传闻闹鬼的房屋。每当爱德华听说有闹鬼的地方呢，他就会带着罗琳前去探查。刚开始罗琳还不相信，但爱德华用自己童年的经历现身说法，说服了他。为了进入这些闹鬼的房子呢，爱德华会在房子前的马路上画出房子的草图，甚至还会把鬼魂也画进去，然后让罗琳拿着画去敲门。屋主看到美丽友善的罗琳，也没那么抗拒。罗琳一般会告诉房主说：“我丈夫喜欢画闹鬼的房子，他专门也为你画了一幅。”通过这种方式，年轻的沃伦夫妇获得了进入房子的机会，并且与房主交谈。而这段经历也成为了他们非自然现象调查事业的开端。1952年，爱德华和罗琳成立了新英格兰通灵研究协会，这算得上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灵异现象调查组织之一。他们通过这个组织的名义呢，开始系统性的去调查鬼屋、恶魔附身这些超自然的事件。进入70年代，随着他们的名声开始扩大呢，沃伦夫妇开始受邀参与一些更加复杂的案件，其中就包括开头提到的罗德岛鬼屋事件。而沃伦夫妇最著名也是最具争议的调查事件呢，应该是阿米蒂维尔鬼屋事件。1975年，乔治·卢茨一家搬到了位于纽约长岛阿米蒂维尔的112号房子。这座房子在1年前曾经发生过一起惨案，23岁的罗纳德·德费奥枪杀了自己的6位家人。卢茨一家从搬入的第一天晚上开始就感到奇怪，乔治一直感觉到寒冷，不断地往壁炉里添加木柴。他和妻子凯瑟琳的健康状况也急剧恶化。他们的女儿开始整天在房间里与一个名为乔迪的想象中的朋友玩耍。女儿跟父母描述说，乔迪是一只红眼睛的猪，可以改变形状和大小，甚至有时候比房子还要大。房子里经常弥漫着莫名的恶臭，厕所和陶瓷装置上也出现了黑色污渍，墙壁上还出现了绿色凝胶状物质，苍蝇乱飞。而乔治每天晚上都会在3点15分准时醒来，这正是警方推测之前德菲奥一家被杀的事件。一天晚上，乔治亲眼看到妻子变成了一位90岁的老婆婆，把他吓了半死。乔治曾经多次尝试联系天主教神父来驱魔辟邪，但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呢，都会中断。最后，他们决定自己采取行动，手持十字架，走遍房子各处，背诵主祷文。突然，房间里出现了一个声音：“别再念了。”在住了28天后，乔治一家再也无法忍受，他们只带了少量行李，逃到了凯瑟琳母亲的家里。沃伦夫妇接手调查后，罗琳在地下室感受到了强烈的负能量，并且察觉到了鬼魂和恶灵的存在。丈夫爱德华则通过仪器检测和宗教仪式，判断这个房子不仅仅是普通的闹鬼，而极有可能是某种恶灵附身，去持续影响居住者的精神状态。这只是他们处理过的其中一个案例。通过新英格兰通灵研究协会呢，沃伦夫妇在50多年的时间里，在世界各地调查了大约1万多起类似的事件。说到这儿，有朋友可能会好奇，为什么这个协会要叫做新英格兰通灵研究协会呢？新英格兰其实是美国的一个地理区域，位于美国的东北角，主要包括了马萨诸塞州、罗德岛、缅因州等一共6个州。17世纪初，英格兰的一支激进派清教徒为了摆脱英国国内的宗教压迫和迫害，从英国出发，乘坐5月花号帆船，冒死跨越大西洋。当他们抵达马萨诸塞州附近的时候呢，因为天气恶劣，就决定结束航行，就近登陆。而这里恰巧是一片看似被抛弃的村庄，有着成片的农舍和平整的土地。由于已经快要进入冬天，他们也没有多想，就驻扎下来了。由于宗教信仰的关系，当时在新英格兰地区，
崇尚超自然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在1692年，马赛诸塞州的塞勒姆镇，一位牧师的女儿和侄女得了怪病，昏睡、抽搐，还发出怪叫。附近的女孩也有相同的症状，医生看过以后，既不能判断是什么疾病，更不知道怎么治疗，于是就下了诊断说，这些女孩呢，都是受到了巫术的蛊惑。在这之后，牧师就开始要求民众把女巫指证出来，这也拉开了塞勒姆女巫审判事件的序幕。也就是这样的历史背景，沃伦夫妇从小就耳濡目染，所以1952年成立的研究协会也就冠上了新英格兰这个名字。在协会成立后，沃伦夫妇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研究灵异事件上。年幼的女儿朱迪呢，就被交给奶奶抚养。在她小的时候，家里人都只是告诉她，爸妈是从事艺术工作，要到不同的地方卖画谋生，一直持续到她成年之后，女儿朱迪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猎魔人，还见到了他们收藏的一屋子藏品，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安娜贝尔娃娃。1970年的一天，还在学习护理的唐娜刚刚从学校回到家，这天是她的生日，母亲从破旧二手商店里买了一个娃娃，送给她作为生日礼物。当时，唐娜和室友安吉住在一个小公寓里，娃娃被带回家，就放在床上当做装饰。过了几天，每当他们看到这个娃娃时，都觉得有一些莫名的诡异，尤其是娃娃的眼睛，直勾勾地盯着前方，像是能透过空气看穿所有一切。一天下午，唐娜回到家中，发现客厅里的娃娃不见了。当时她以为是自己记错了，可能是室友安吉把娃娃放到了别处。然而呢，当她打开自己卧室的门，看到安娜贝尔娃娃正在她的床头朝她诡异的微笑，瞬间脊背发凉。她明明记得出门前自己特意将娃娃放在客厅沙发上。接下来的几天，这样的现象变得越来越频繁。每当唐娜和室友回家时，安娜贝尔娃娃都会出现在不同的位置。她从客厅的沙发、卧室的床头，甚至浴室的角落无声地挪动，仿佛在跟随他们每一个行动。时间长了，他们好像也习惯了娃娃的奇怪行为。直到有一天，娃娃又莫名出现在了唐娜床上。就在她拿起娃娃准备放到客厅沙发上的时候，发现娃娃的身上仿佛有一些像血迹一样的红色液体。两个女孩彻底被恐惧支配了。于是，他们找到了当地一个灵媒寻求帮助。灵媒调查之后，告诉唐娜和安吉，在这个公寓建造之前，这块地上的老房子里有一个年仅7岁、名叫安娜贝尔的小姑娘。小姑娘跟家人生活在这里的时候很快乐，所以在她意外离世后呢，她的灵魂就在这附近徘徊。直到唐娜带回来玩偶娃娃，小姑娘的灵魂就附在了娃娃身上。灵媒告诉唐娜，因为小姑娘也喜欢他们，所以呢，她还是想跟唐娜他们待在一起。于是，娃娃就继续被留在了唐娜跟安吉的公寓里。但怪事并没有结束，因为害怕，唐娜和安吉就叫他们的朋友小卢来壮胆。小卢也没有多胆大，自从他知道了娃娃的事情之后呢，就多次警告唐娜说，这个娃娃带有邪恶的力量，让唐娜赶紧处理掉。但唐娜因为听信了灵媒的话，觉得小姑娘呢也可怜，没有处理掉娃娃。有一天晚上，小卢在梦中被安娜贝尔压住并勒住脖子，几乎窒息而死。他醒来后确信这梦不一般，实在是太真实了。几天之后，他在检查安娜贝尔时，突然感到胸口剧痛，发现胸前有7道烧灼般的爪痕，但这些伤痕奇迹般的在第2天就迅速愈合了。在小卢遭遇娃娃的攻击之后，唐娜终于相信这只娃娃可不是什么无害的鬼魂，而是更加强大的邪恶力量。他们联系了附近教堂的牧师，牧师随后邀请了当时已经很有名气的沃伦夫妇介入调查。沃伦夫妇在调查之后给出了结论，他们认为娃娃并不是小女孩的灵魂附体，而是另一个更加强大的邪恶精神力量，想要拥有一个人类的宿主。所以呢，利用娃娃来引起关注，侵扰潜在宿主，实现附身的目的。唐娜已经被吓坏了，所以她希望沃伦夫妇将娃娃带走，自己再也不想经历这些可怕的事情了。最终呢，沃伦夫妇为安娜贝尔打造了一个特制的玻璃柜，将其封印在自己的灵异博物馆中。说到这儿，朋友们可能会有疑问，这种驱魔的能力到底是先天的呢，还是说后天可以学习的呢？根据沃伦夫妇的描述呢，驱魔是一种后天能力，可以学习，也可以继承。这就有点像茅山道士驱鬼术那种传道授法之类的哈。他们的第一个徒弟就是自己的侄子约翰。在约翰18岁的时候，沃伦夫妇带他第一次参与灵异调查。当时，
罗琳用他的感知力去定位房间中的灵体，而爱德华则一边勘察环境，一边向约翰解释每一个细节。他开始学习如何通过观察现场温度的变化、感知到的声音和物体移动呢，来判断一个房屋是否真的被灵体所占据。约翰说，有一次他们在调查一间当地有名的鬼屋的时候呢，在半夜3点钟，房间突然变得非常寒冷，家具似乎也在微微震动。罗琳立刻确认了灵体的存在，约翰站在一边，亲身感受到了这种神秘的力量。他说，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灵异现象，我感到难以置信，也彻底被这种未知的力量所震撼。在另一次驱魔仪式中，约翰站在一边观看爱德华和罗琳的施法。当恶灵显现的时候呢，房间里的气氛突然变得异常压抑，墙上的镜子也无故裂开。这个时候，爱德华冷静地指挥着整个过程，罗琳则集中精神与恶灵对话。约翰感到一股巨大的压力袭来，甚至一度怀疑自己是否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来继续从事这份工作。在学习了驱魔技术之后，约翰逐渐在超自然领域中独立开展工作，并且开始使用一些科技设备来追踪灵异现象的痕迹，这其中就包括热成像仪和电子磁场检测器。有朋友可能会好奇，沃伦夫妇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猎魔上，那他们靠什么赚钱生活呢？沃伦夫妇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呢，就是通过出版书籍，其中最著名的一本书就是《恶魔学家》。这本书由杰拉德·布里特尔撰写，讲述了沃伦夫妇的著名案件和他们作为驱魔人的职业生涯。书里不仅详细描述了沃伦夫妇如何在恶灵面前保护家庭，还深入探讨了他们的驱魔仪式和调查手段。除此之外呢，沃伦夫妇还与好莱坞合作，拍摄了好几部恐怖电影，而其中最著名的呢，就是《招魂》系列电影。电影中，爱德华被描绘为一位冷静坚定的驱魔者，而罗琳则是一位温和但强大、能与灵体沟通的灵媒。在系列的几部电影中，他们一同调查了阿米蒂维尔、恩菲尔德等灵异案件。在《安娜贝尔3回家》中，女儿朱迪成为了关键角色，独自面对安娜贝尔娃娃所带来的恐怖。保姆佩妮的角色也在电影中出现，名为玛丽·艾伦。她在照顾朱迪的过程中呢，意外释放了安娜贝尔，导致了一系列恐怖事件的发生。沃伦夫妇在康涅狄格州的家中还设立了沃伦灵异博物馆，通过门票赚取收入。那由于电影和书籍的宣传呢，很多游客也是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，就为了一睹安娜贝尔娃娃的真容。除了安娜贝尔娃娃呢，在博物馆中也展出了丰富的灵异展品，其中一件著名展品就是影子娃娃。这个诡异的雕塑就像是某种恐怖的黑影，拥有尖锐的爪子和扭曲的面孔。传说中呢，影子娃娃不仅可以进入人的梦境，还能够通过梦境导致被害者心脏骤停而亡。沃伦夫妇曾经调查过这个娃娃的灵异背景，认为它被某种黑魔法操控。博物馆中还有一块坟墓的石板，据说呢，这与一系列的闹鬼事件有关联。这块石板来自一个曾经发生多起灵异事件的墓地，传闻呢，石板上刻有的名字已经被抹去，而任何试图解开这个秘密的人呢，都会遭到厄运。除此之外，在展品中还有一个神秘的面具——恶灵面具，这是沃伦夫妇在某次驱魔仪式中收集的物品。据说，这个面具会让佩戴者感到难以控制的狂怒情绪。沃伦夫妇把它归类为被邪灵附身的物品之一。可是，即便沃伦夫妇的名声在外，还是有人对他们是否真的能够猎魔，或是能够通灵呢，表示怀疑。耶鲁大学神经学家斯蒂文·诺维拉就质疑了沃伦夫妇的许多灵异调查结果。诺维拉认为，1974年阿米蒂维尔鬼屋事件的调查中呢，发现案件中的许多灵异现象可能是人为夸大或者是捏造的。诺维拉说，在走访过乔治·卢茨一家，并且和他们当时的律师交谈之后，发现这个案件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骗局。沃伦夫妇只是为了收集素材，通过书籍和电影获取收益而夸大事实。而他们曾经合作过的作家们呢，也公开质疑灵异事件的真实性。尽管这些作家帮助沃伦夫妇撰写了多部关于灵异案件的畅销书，但在创作过程中，他们逐渐意识到许多案件的细节存在夸大甚至虚构的成分。尤其是咱们之前提到的阿米蒂维尔鬼屋事件，其实这个房子之后也多次转手，但之后的屋主们都没有报告过任何灵异现象。这不禁让人怀疑，沃伦夫妇声称的恶灵传闻更多只是基于夸大的恐怖故事，而不是真实的超自然现象。与此同时，关于爱德华的性丑闻也浮出水面，
这进一步影响了他们的公众形象。丈夫爱德华去世之后，他们曾经的保姆佩妮爆料，在沃伦家工作的40年中，与男主人有不正当关系。而更令人啧舌的是，佩妮说自己曾经怀孕，并且妻子洛琳也是一直知情的，不仅默认他们的关系，甚至3人还一直生活在一栋房子内。佩妮的爆料也一度引爆了美国的娱乐圈。最终，沃伦夫妇的故事形成了2种对立的观点，一种是《招魂》系列电影和畅销书中塑造的正义驱魔者形象，而另一种呢，则是怀疑论者所描绘的虚假宣传者。无论哪种版本，沃伦夫妇的名字呢，已经成为了美国超自然历史中的重要象征。